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公元1653年，驻扎在广西的李定国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执行他以前的计划，拿下广东。第一，拿下广东以后，就能将南明政权已经控制的西南和东南的两块区域连成一片，为南明政权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大后方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是因为广东的税饷收入。明朝末期的广东跟现在的广东一样，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周围的省份。在当时，它每年能够收缴上来的税饷是李定国现在控制的广西省的10倍。如果能够拥有广东的税饷收入，那南明的财政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。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，李定国觉得拿下广东战略意义非常重大。为此呢，他还多次致信给郑成功，希望郑成功能够与他一起东西夹攻，拿下广东。但很可惜的是，2次广东之战郑成功都爽约了，最后的结果2次广东之役皆告失败。那么郑成功是不是应该为此负责呢？明史大家南明史的作者顾城先生为此呢，对郑成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谴责，认为就是因为郑成功私心自用，有当军阀之心，所以拒绝与李定国合作，才导致了广东战役的失败，进而严重影响了反清复明的大局。这可以说是郑成功人生中不多的污点之一。很多人认为郑成功期待的局面是天高皇帝远，最好能离永历帝远远的，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不听永历的号令，继续做他的海上一霸。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，我相信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顾城先生南明史的影响。顾城先生无疑是南明史的大家，他所著的南明史也是一部史学巨著，他查阅的史料之广，对史料之考究都非常具有史学家的风范，是一名令人尊重的史学大家。不过呢，我觉得顾城先生也是受制于他所处的年代，那个时候在史学界奉行的是阶级史观，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，农民起义者的形象也都被大书特书，成了高大权势的人物。顾城先生本人对农民起义者也是一向非常的推崇，他还写了另外一本巨著叫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，对那些农民起义者们也多有褒扬之词。所以这也就难怪顾城先生说李定国是那个时代光芒四射的一颗巨星，其他所有人都无法望其项背。其实这样捧，我觉得是有点高了。咱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广东战役，郑成功是真的不想帮忙吗？郑成功真的是私心自用，任凭当时的大好机会白白丧失吗？广东战役总共分为2次，分别是在公元1653年和公元1654年。公元1653年的年底，李定国率军攻打肇庆。在这之前，李定国已经修书郑成功，希望他能派军配合作战。但从史料中我们看不到郑成功是否回信答应了要参加这场会战。第一次的广东战役只进行了1个多月，面对肇庆清军的拼死防守，李定国的军队在1个月以后失败而归。然后第2年，李定国又发动了第2次广东战役，这次攻击的目标是广东的新会。李定国也同样给郑成功写信，希望他能在10月15号之前能够抵达新会，参与这场会战。但郑成功的大军一直到了12月份才赶到了新会，而此时李定国已经战败撤军。所以很多人就将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归罪于郑成功的援兵来迟，甚至还有人说郑成功之所以不来，是因为郑成功那时候正在与清人议和，他不想因为参加广东战役而破坏了他与清人的和谈。这个指控就更加严重了。难道郑成功是想投降清朝吗？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第2次广东战役是从1654年年初就开始计划的。在这年的4月份，李定国就给郑成功写信，希望郑成功与他联手东西夹击新会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郑成功在忙什么呢？按照正常时间计算，郑成功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在1个月以后，也就是5月份。而此刻郑成功正面临着选择。在这一年年初的时候，郑成功还收到了一封信，是一封蜡书，信中包括了永历皇帝的敕书，以及孙可望给郑成功的一封亲笔信。在信中，孙可望希望郑成功率军与他的部队在长江会师。永历帝是郑成功尊奉的皇帝，
孙可望又是当时全国抗清的领袖。这封信的分量不言而喻，孙可望的计划又与郑成功的计划不谋而合。于是郑成功就命令自己手下的水军大将张明镇率军于1654年的年初北上长江。张明镇到达瓜州的时候，还写了一首诗，在诗的注中他提到予以接近秦藩，师伯金山。此中说到的秦藩指的就是当时的秦王孙可望。这说明当时郑成功确实与孙可望约好了在长江会合。在这一年的5月份，张明镇回到了厦门，向郑成功请求增发援兵北上。而也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郑成功收到了李定国的信。刚才说了，李定国寄信的时候是在这一年的4月份，所以这时候郑成功就面临着选择，是帮助孙可望攻打南京，还是帮助李定国攻打广州。广东对于李定国来说是最为重要的，但对于郑成功呢，广东毕竟是处于更南端，即使拿下了广东，北上北伐依然是路途遥远。可是南京不一样，南京本来就是明朝的2个都城之一，拿下南京无疑具有非常高的战略价值。而且大家不要忘了，李定国指挥的是陆军，而郑成功的部队则是水军。如果攻打南京，郑成功只要率领水师沿着海岸线一直向北行进，从长江入海口进入长江，就可以抵达到了南京城下。这些正是郑成功水师的优势所在。所以毫无疑问，郑成功更倾向于这一计划，这样既可以发挥他水军的优势，又可以避开了他陆军不强的弱点。几年以后，郑成功又先后2次发动了南京之战，由此也可见他本人对于这一战略方向的热衷，他希望毕其功于一役。而在选择到底是帮助孙可望还是帮助李定国，孙可望当时是全国的抗清领袖，李定国此时已经与孙可望闹翻，而且孙可望的来信中还附上了永历皇帝的敕书。那么这时候郑成功会怎么选，那不就很清楚了吗？所以在1654年的6月份以前，郑成功是分身乏术，他没有能力南下广东助阵。而且大家别忘了，6月份的时候正值夏季，夏季的时候中国大陆上吹的是南风，所以从南向北走是顺风，而从北向南则是逆风。当时郑成功的船只都是一些风帆船，并没有动力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借助风。从厦门往北去长江那是顺风，而从厦门去广东则是向南，则成了逆风。虽然或许郑成功有办法克服风向的问题，但这毕竟也是一个需要考虑运气的客观因素。那么既然6月份以前郑成功来不了，那6月份以后呢？后半年会怎么样？这里是要说的是，李定国在这一年的4月到8月份一直生病，他并没有亲临前线。当时攻打新会的是东南地区其他的抗清义军。李定国8月份痊愈以后，马上就给郑成功又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在10月15号之前能够与他会师于新会。这封信郑成功收到的时间应该是在1个月以后，也就是9月份。郑成功就是在9月份停止了与清朝的和谈，开始准备南下广东。那么当初郑成功与清人的和谈是不是真的想投降啊？其实完全不是。郑成功与清人和谈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让他能够补充给养。因为那时候郑成功虽然取得了海城大捷，但是那是一场惨胜，他本身的损失也是非常之大。而此时清人又提出了和谈，郑成功觉得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积攒一些力量。在和谈过程中，郑成功不断的加码，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条件，其目的就是延缓和谈的过程，他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利用这段时间，郑成功还公然的到福建各地去征收饷银。当地的福建官员知道郑成功在与朝廷和谈，不想背负一个破坏和谈的罪名，所以对于郑成功到他们的地方去收饷，只能是默许之。据史料记载，藩分遣各提督总镇就漳泉福兴等地方派兵助饷，鲁兵无敢阻抗，派遣义力。所以郑成功与清人的和谈并不是想投降，他不过是采用了缓兵助饷之计。而当郑成功9月份接到了李定国的信以后，此时北上长江与孙可望会师长江的计划已经落空，所以这时候郑成功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与清人的和谈，开始组织大军南征广东。
而此时已经渐入冬季，风向以北风为主，这也有利于郑成功的水师南下。最后郑成功是组织了几万大军，而且郑成功还为这支大军配备了10个月的粮草。率领这支大军的也是郑成功最信任的将军林察，他是在郑成功的军中地位仅次于郑成功的将军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几万大军10个月的粮草，这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。如果郑成功只是想敷衍一下，做样子的话，他何必做得这么真，浪费他好不容易从清人那里骗来的粮草呢？他完全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拒绝李定国就可以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而且当这支部队抵达新会的时候，已经是12月份。有人说这时间太长了，可大家想想，在古代动员几万人的大军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1、2个月的时间总是要的。如果再加上从厦门到新会的航行时间，那郑成功的大军12月份到达新会已经算是神速。而且这支大军到达新会以后，虽然知道李定国已经战败撤退，但他们并没有马上返回厦门，而是在那里一直等着李定国，一直到了第2年的5月份，这支大军才返回了厦门。那么如果郑成功只是做个样子的话，又何必让这几万人的大军在外逗留5个月之久呢？期间的花费以及可能会产生的危险，郑成功难道就没有想到过吗？再有，新会之战主要是陆地的攻坚战，李定国的陆军自然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。郑成功的部队即使如期到达，也不过是作为一种辅助力量。当时李定国率领着号称20万大军，虽然实际上没有这么多，但也远远的高于驻守新会的几万清朝的残军。在战前，恐怕李定国也笃定此战必胜，所以他在写给郑成功的信中，虽然要求郑成功在10月15号以前会师，但同时在信中他也提到，与之会师不然，恐无济于机宜矣。就是说，如果郑成功的大军真的来晚的话，那可能这场战役就用不着你们，我李定国一人就可以拿下了。李定国最终没有拿下新会，在攻了1个多月以后，他就不得不撤退。当然了，这场战役的失利有很多的客观因素，我们不能将此完全怪罪于李定国，但毕竟李定国是这场战役的主力，如果李定国都没有责任的话，那么我们又怎能将责任推到这场战役起辅助作用的郑成功身上？这岂不是让郑成功做了这场战役失败的背锅侠吗？在我们责备郑成功的时候，很多情况下是站在了李定国的角度，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如果站在郑成功的角度上，又会怎么样？李定国有李定国的方略，难道郑成功就没有自己的方略吗？郑成功的计划是先以闽粤为基础，然后北上夺取南京，与清朝划江而治，再以后寻机北上收复中原。这实际上正是以前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时所走的路线。不能说这个战略有什么错，那为什么要让郑成功去适应李定国的战略，而不是李定国去适应郑成功呢？如果郑成功是普通人，他肯定会对李定国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虽然郑成功与李定国出身都是贼，但后来他们2人的专业发展领域可是完全不同的。李定国是土匪，而郑成功则是正儿八经的海盗。虽然2人都是在道上混的，但即使是见了面，即使用黑话交流，恐怕都难以沟通。李定国说天王盖地虎，郑成功回到大海浪滔滔。李定国晕了，郑成功也晕了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而且郑成功从日本回到中国的时候，那时候郑芝龙已经归降了明朝，郑成功是去太学求学，从他内心深处就已将自己当成了明朝的人，明朝的官。而李定国呢，崇祯17年的时候，李定国还是明朝的敌人，他还是反贼，而郑成功早就是官了。所以作为官的郑成功心里面有一点看不起曾经作为贼的李定国，这应该也并不奇怪。有人说郑成功反清是真，复明是假，他更关心的是他的郑氏集团的利益。如果郑成功只在乎他们郑氏集团的利益，那他在海上打劫来钱来的不是很容易吗？他又为什么分别在公元1658年和1659年2次率军北上南京，发动了2次南京之战？而在第1次南京之战中，郑成功的水师受到了海上风暴的袭击，
他的6个妃子、3个儿子、7000水军全部死于这场风暴之中。郑成功不好好的在东南沿海打秋风做海盗，为什么非要去南京？他去南京可不是打劫的，他就是想拿下南京城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不是为了复明，还能为了什么？咱们继续来说说李定国。广东战役失败以后没多久，南明政权内部的争斗又开始了。这次的主角是李定国与他的大哥孙可望。孙可望这时候权力越来越大，这时候他已经不甘于做他的秦王了，他想做皇帝。而此时仍然忠实于南明政权的李定国也就成了他最大的障碍。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冲突，最后终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的程度。孙可望先是剥夺了站在李定国这一边的他的三弟刘文秀的兵权，然后竟然是亲提大军讨伐李定国。但此时的孙可望已经失去了民心兵心，两军一交战，孙可望的军队纷纷倒戈。无奈之下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孙可望只带着少数的部队逃离了战场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投降了清朝。此时南明的大权自然就掌握在了李定国的手里，这时候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，而不必有任何的掣肘。但也许权力真的是一剂毒药，没有它的时候你在旁边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而一旦拥有它，你就不知不觉地中了毒。权力满足了你的欲望，同时又让你有更加多的欲望。此时的李定国已经变了，他不再是以前宽厚的李定国，他开始疑东疑西。他不信任曾经在孙可望手下的那些秦兵，所以在部队中他开始甄选哪个是秦兵，哪个是晋兵，造成了军队的分裂。他也不再相信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好兄弟刘文秀，他担心刘文秀会抢夺他的权力，他甚至想过要加害刘文秀，最后导致刘文秀郁郁不得志，英年早逝。在他死之前说过一句话，说退狼进虎，晋王必败国。现在的李定国是军政大权一肩挑，但是他本来并没有孙可望那样处理国务的能力，他只善于打仗。现在大权在握，他又不想分权于旁人，最后导致军政两方面都异常的混乱，南明的国力进一步削弱。而孙可望降清以后，将南明所占区域的军事部署全部透露给了清军，南明的防线在清人看来已经是透明的了。此消彼长，此时的南明再也没有进行反攻的能力了。清军继续大举入犯，到了公元1659年，清军渡过怒江，进入了现在的云南腾冲地区。李定国料定已经连续获胜的清军一定是骄纵无比，所以他就在怒江以西20公里的磨盘山设下了3道埋伏。李定国跟将官们约好，待清军全部进入3道埋伏以后，再点炮攻击。清军果然如李定国所料，是骄兵倾尽，而此时清军的主帅正是吴三桂。吴三桂丝毫没有察觉到此处有埋伏，在他已经进入了第2套伏击圈，再往前走一点，明军就可以开始攻击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跑来告诉吴三桂此处有埋伏。吴三桂大惊之下，赶紧命令士兵在四下草丛中打探，并胡乱地向草丛树林中开枪射箭。四面埋伏的明军因为没有听到出战的命令，所以不敢出战。此时受到了清军的攻击，伤亡惨重。无奈之下，明军将领只能鸣炮出战，伏击战转成了肉搏战。李定国的军队当时只有6000，清军的人马数倍于己。李定国虽然最终杀退了吴三桂的部队，但自身的损失也非常的惨重，最后无奈只能是退出战场。磨盘山之战是李定国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，可惜功败垂成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叛徒的告密的话，李定国这次很有可能全歼清军，而这支清军的主帅吴三桂恐怕也难逃升天，那恐怕就没有日后的三藩之乱了。但很可惜，历史不承认如果。3年以后，也就是公元1662年，吴三桂逼迫缅甸国王交出了避难于那里的永历皇帝朱由榔，而后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了朱由榔父子。消息传到李定国军营的时候，李定国正躺在病榻之上，他已经病了好几天了。此时听到这样的噩耗，李定国悲痛万分，他披发屠足，双眼都哭得流出了眼泪。他仰天长啸，
复国复君，何以对天下万事？而后命令三军缟素，祭奠他们的永历皇帝。经此次打击，李定国的病情加剧，终于在公元1662年的6月27日，他病逝于云南，终年42岁。临死之前，他将他的儿子以及部将们叫到了自己的床边，对他们说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：宁死荒郊，勿降也。其实李定国和郑成功一样，他们都是英雄，但同时他们也都是有缺陷的英雄。但谁又能说英雄就不能够有缺陷呢？在历史面前，我们都是上帝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，但处在其中的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结果。在他们所处的远非我们想象的复杂的环境中，他们可能会行错走错，而最后的结果完全是他们不想要的。但试想一下，换了我们又能做得更好吗？站在今人的角度，我们不能以成败来评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，我们更要看重的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初衷。李定国也好，郑成功也好，他们虽然都有各自的缺陷，但他们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反清复明的决心。在民族大义问题上，他们从来没有含糊过，在周围的人纷纷投降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。这就是英雄，就是我们要赞颂的英雄。我们要赞颂的也正是这些有私心、有缺憾，并不完美，但更加真实，有抱负、有担当的凛凛如生的英雄们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